各位，天下最灵验、最免费，却也最容易被现代人忽略的养生法门，不是什么名贵药材，就是睡觉。大家不妨想一想，你这辈子能有多长寿，身体能有多硬朗，甚至你能为自己、为子孙累积多少福报，很大程度上全都取决于你这觉睡得好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呢？佛家常讲道法自然，人说到底就是天地的产物。你既然活在这天地之间，就必须要顺应天地的规律。白天太阳出来了，万物生长，我们人就该起身活动。晚上太阳下山了，万物闭藏休息，人就该安稳地睡觉。这是老天爷定下来的铁律。你顺应自然，自然就会无私地滋养你。你若是违背自然，非要逆天而行，自然也必然会惩罚你。各位，我们这个肉身里的能量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天地宇宙什么时候给你送能量？它是挑时辰的，绝对不是说你白天熬夜熬困了，随便找个透早或是大白天躺下呼呼大睡10个小时就能把元气给补回来的。首先你要顺应规律，要在老天爷给你输送气血的那个特定时辰躺下，这才叫做真补。刚才我们说到，老天爷给我们输送气血是有一个特定时辰的，这个时辰也就是老祖宗定下的铁律，叫做子时。子时是什么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各位千万别小看这2个小时，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智慧里，这个时辰叫做金不换，因为这个时候是一天之中阴气最重，但阳气刚刚像小草发芽一样，准备冒出头的时候，在我们人体里对应的正是胆经。黄帝内经上讲，五脏六腑的气血能不能生发得起来，全靠这子时的一点胆气。你在晚上11点前乖乖躺在床上，心安稳了，睡着了，这点微弱的阳气和胆气就能养得住你全身的经络和气血，就能得到真正的休养生息，你的电才算是真充进去了。如果你到了这个时候还在熬着，还不肯闭眼，那就是在深深地掐断天地给你输送气血的管子，这是在透支你的寿命啊！我给你讲个实在的例子，我认识一位陈大姐，大半辈子都在菜市场摆摊卖卤味，起早贪黑，好不容易把孩子们都拉扯大，现在退休了，手头很宽裕，她特别讲究养生，每个月花大把的退休金去买什么冬虫夏草、顶级的花旗参，天天在家里炖汤补身子。可是呢，他见了我总是抱怨，说：哎呀，你看看我这个脸色，怎么吃了那么多好东西，还是灰蒙蒙的，天天头晕眼花，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我就看着他问了一句：陈大姐，你晚上都是几点睡觉啊？他一听，稍微有点不好意思了。原来啊，他虽然白天懂得吃补药，可一到了晚上，总觉得空荡荡的客厅里冷冷清清，于是他就靠在沙发上滑着手机，盯着通讯群组，脑子里还在操烦。大儿子在科学园区上班，会不会太操？小女儿怎么还不找个好归宿？有时候看着电视里播的民视、3立的8点档连续剧，看着那些坏人做坏事，他心里还跟着愤愤不平，越看越精神，脑子里就像跑马灯一样，咕噜咕噜转个不停，就这么硬生生地熬着，经常是凌晨1、2点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告诉他：陈大姐啊，你这就是典型的捡了芝麻却漏了满盆的金子。你想想看，
你白天吃进去的那些名贵补药，就像是往炉灶里添柴火，想要把水烧开，可是你晚上子时不睡觉，这就等于你炉灶上的那口锅是个漏底的锅啊！子时不睡，胆气得不到生发，肝血就得不到滋养。肝和胆是一对亲兄弟，长期这么熬夜，直接伤的就是肝，日子久了，连肾气也跟着一起亏空。这就好比一个水桶，底下破了一个大洞，你白天往里面倒再多的水，吃再多的营养品，天天去公园里跳外单弓，拍打拉筋，能挽回这漏掉的气血吗？绝对挽回不了的。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切皆是因缘果报，天道有常，它绝不会因为你吃得好，有钱就对你网开一面。到了子时，天地在闭藏，万物在休息，你偏要睁着两个大眼睛，消耗着自己宝贵的肝血，还在那儿牵挂着虚无缥缈的事情，情绪跟着电视或手机荧幕里的假象起起伏伏。这哪里是在熬夜，这就是在熬你的命。你晚上不闭藏，这第一道福报的口子就算是彻底撕开了。这在老祖宗看来叫做耗杀阳气，晚上已经漏了福气。到了早晨，如果你还不懂规矩，那这第二把伤身的刀子可就架在脖子上了。我们老祖宗讲阴阳，阴阳是轮转的，跟个大车轮一样，绝对不能停。晚上是阴，你要懂得藏。到了早晨，天快亮了，太阳马上要出来，这就转到了阳。这时候你就得懂得生，这个生发的生也是有极其严格的时辰的。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必须把你体内的阳气给生发出来，就是寅时。寅时是几点？是凌晨的3点到5点，最迟最迟，你起床的时间也不能超过早上的5点钟。在我们中华文化的24节气里，寅时对应的气象叫做惊蛰。你想想看，冬天外头冰天雪地，那些青蛙啊、虫子啊，都躲在黑漆漆的泥土洞里头冬眠。可是到了惊蛰这一天，就算外面还没完全暖和，它们自己扑腾一下就全醒了，钻出地洞开始活动了。为什么？因为它们感应到了天地之间有一股纯正的阳气从地底下轰隆隆地冒出来了。连这些虫蚁都懂得顺应天道的生机。我们人号称是万物之灵，怎么到了早晨反倒糊涂了，死死粘在床上起不来呢？如果你过了早上5点，甚至到了7、8点钟，还赖在床上呼呼大睡，这就坏了大事了。你体内的阳气本来应该跟着天地的阳气一起升腾起来，结果你直挺挺地躺着不动，硬生生地把这股生机给压住了，这股阳气出不来，憋在你的5脏6腑里，它慢慢的就变质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邪火，变成了酸毒。各位，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都有过这种体会？有时候遇到周末放假，想着终于可以多睡一会儿，一觉睡到中午12点，结果爬起来一看，脸色发灰，浑身的骨头缝都在酸痛，脑袋就像被人打了一棍子似的，昏昏沉沉，而且这一天脾气还特别大，稍微一点小事，火气马上就上来。这就是因为你早晨没有早起，阳气憋死在里头，转化成了酸性的毒火，你的经络全堵死了，脾气能不大吗？这比你去做了一天粗重工作还要伤身体啊！你晚上子时不睡觉，耗杀阳气；早上寅时不起床，这叫做风杀阳气。这两头都在拿刀割自己的寿元，这就叫做双重折损。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一位高僧的故事。我们熟知的虚云老和尚，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劫难，却得享了120岁的高寿。
他老人家靠的是什么？绝对不是名贵药材，靠的就是跟着天地的时钟走。据他身边的弟子回忆，无论春夏秋冬，哪怕外面冰天雪地，虚云老和尚必定在寅时，也就是凌晨3、4点钟打板起床，一睁眼立刻穿衣起身，绝不允许自己在被窝里多赖1秒钟。他知道这个时辰是天地阳气破土而出的时刻，顺着这股气机起身打坐，就是在借天地的能量给自己充电。早起看似是生活习惯，实际上这是在斩断肉体的贪执。肉身天生就带着贪图安逸的习气，被窝多暖和啊！可是如果你连早晨这点贪图安逸的小念头都降服不了，连顺应天地生发之气的规矩都守不住，你又拿什么去降服人生中更大的烦恼？拿什么去扭转自己和家庭的气运呢？各位，我们刚才说了顺应天地的时辰，但你可能会说，老师，我时间都守住了啊，我按时躺在床上了，怎么还是越睡越累？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当你沉睡过去以后，你的身体正在替你的潜意识叫苦连天。佛法里常说一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啊，不光是面相，一个人睡觉的姿势也是由心生的。你的睡姿就是你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写照。白天你出门在外，要顾及面子，对邻居笑脸相迎，对亲友客客气气。就算心里受了委屈，肚子里有火，你也会用理智硬生生地压下去。可是到了晚上，灯一关，被子一盖，你的理智去休息了。这时候，你心底里那些平时压抑住的执着、牵挂和不满，就像洪水决堤一样，全跑出来了。如果你心里装满了事，就算你的身体在软绵绵的床垫上躺平了，你的心却没有躺下。这些没有安抚好的情绪会顺着你的经络，化作你僵硬的肌肉，化作你紧咬的牙关，化作你不知不觉中摆出来的扭曲睡姿。这具肉身就像是一个无声的抗议者，在深夜里拼命地告诉你，我的心好累好苦啊。佛法讲得很清楚，有3种极不妥当的睡姿，只要一摆出来，就在无形之中勾起了我们心底最深的3味毒药：贪、嗔、痴。这3味毒药一旦发作，你在夜里不仅得不到真正的休息，反而会迅速折损你白天的福报。我们先来讲，这第一种最容易漏福报的睡姿，就是4脚朝天仰睡，摆个大字形。很多长辈觉得，哎呀，这样四肢舒展，多放松啊。可是你要晓得，在佛家的智慧里，这种睡姿被称作修罗卧。阿修罗的脾气是什么？就是好勇斗狠，凡事都要争个输赢。当你毫无保留地把胸腹袒露出来，四肢向外扩张，这在精气神上代表着一种极强的控制欲，这是一种想把天地四方，把身边所有的人和事都牢牢抓在自己手心里的姿态。这就说明你的心里已经悄悄升起了贪念。一提到贪字，很多人肯定不服气，会说，老师，你冤枉我了，我大半辈子省吃俭用，冰箱里的剩菜剩饭热了又热，都舍不得倒，我贪什么钱财了？我告诉你，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个贪往往不是贪图金银财宝，而是贪图对家里人的控制权。你摸着良心想一想，你心里是不是总想着，我是长辈，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还多，所以儿子找工作必须听我的，女儿找对象必须过我这一关，媳妇怎么教孙子，必须照我的规矩来，稍微有一点点不顺你的心意，没有照着你的剧本走，你心里就七上八下，
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这种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放不下的心态，就是最深重的贪念啊！你把整个家庭的重担，所有人的因果，全都扛在自己虚弱的肩膀上。你以为这是负责任，但在天道看来，这是一种愚痴的掌控欲。带着这种掌控欲入睡，你的气血全都在往外冲。所以习惯了修罗卧仰着睡的人，梦里通常是极其忙碌的。你要么梦到跟几十年前得罪过你的人吵架，要么梦到在拼命奔跑，到处找东西，找得满头大汗。你以为躺了8小时是在充电，其实你是在梦里真刀真枪地打了一晚上的仗。第二天醒来，肩膀僵硬，浑身散了架，福气就这么漏得一干二净了。除了仰着睡，还有第二种姿势，叫向左侧身睡。这在佛学里被称作畜生卧。这词听起来有点重，但为什么老祖宗要这么叫？因为我们人体的心神和心包经络偏在胸腔左侧。当你向左侧卧，你几十公斤的重量全部压在左半边，等于一整晚都在死死压迫着你的心经，气血被堵在死角，呼吸憋闷，你的心神就迷糊了。这种气机不通透的睡姿，最容易催生出第二味毒药——痴心。这个痴不是变成傻子，而是你心里的偏执，爱钻牛角尖，一根筋拉不回来。你是不是常常在夜里翻来覆去的琢磨，为什么我为这个家当牛做马，却没有感恩我30年前那个亲戚讲的风凉话，我到现在还咽不下这口气。你死死守着过去的陈年旧账，觉得别人都是错的，别人都欠你的，甚至表现在生活里。很多长辈喜欢在家里囤满舍不得丢的塑胶袋，几个月前的旧纸箱，甚至连坏掉的家电也堆着。这就是痴心太重，看不清世间万物都是无常的，偏要死死抓住那些早就该扔掉的垃圾不放。你的心窍被怨气堵住了，肉身又因为向左侧睡被压迫着，所以用这种姿势睡觉，到了梦里，你往往会梦见自己走在一团大雾里，或是被困在没有出口的破房子里，怎么撞都出不来。这都是因为你的心被无明给彻底蒙蔽了。最后，我们来说说第3种，对家运、福报折损最大的睡姿，那就是趴着睡，脸朝下，胸口肚子紧紧贴着床板。这在佛家看来是非常严厉的，被称作恶鬼卧。一个人趴着睡，连大口喘气都不顺畅，这就好比把自己的生机给活生生闷死了。气机被切断，立刻就会勾起我们心底最可怕的第3味毒药——嗔心。什么是嗔心？就是怨恨、嫉妒、不受控制的无明火。为什么叫恶鬼卧？因为恶鬼的特征就是永远觉得不满足，心里塞满了对世界的怨恨与匮乏感。有些人心里总觉得这辈子太委屈了，我辛苦操劳一辈子，怎么老了一身病痛，儿女又不在身边，我怎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种强烈的受害者心理，就是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滋养你内心的那只恶鬼。你趴着睡，胸口死死憋着一团闷气，这团气疏导不出去，就在5脏6腑里化成滚烫的无明邪火。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一觉醒来，明明家里什么事也没发生，但你心里就是堵得慌，看家里不顺眼，动不动就发脾气，张口就说出特别伤人的刻薄话。中华文化里有句老话，叫一把无明火烧尽功德林。你白天辛辛苦苦去庙里拜佛，帮邻居的忙，好不容易积攒下来一点福报，结果晚上趴着睡，嗔心一发作，早上起来发了一顿大脾气，这把火呼地一下，就把你攒下的福气烧得干干净净。
伤人的话一旦说出口，就像泼出去的水，你不仅深深伤害了最亲近的家人，更是把自己的好运气全折损光了。这划得来吗？简直是吃了天大的亏啊！仰着睡身贪心，向左睡身痴心，趴着睡身嗔心，这三毒借着你错误睡姿的壳子，在每一个黑夜里疯狂消耗着你的精气神。既然仰着睡、向左睡、趴着睡，都在滋生贪嗔痴，都在把我们的精气神往外漏，那我们到底该怎么睡，才能把这天地间的第一大补给安安稳稳地吃进去呢？我告诉你，在2000多年前，佛陀就亲自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完美的睡眠法门。佛陀最后涅槃，也就是离开这个凡间俗世的时候，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这个殊胜无比的姿势。在我们中华文化和佛学的智慧里，这叫做狮子吉祥卧。为什么要叫吉祥卧？因为前面那3种睡姿容易引出心底的烦恼和毒火，唯有这个姿势不走极端，最清静、最安稳。它代表着一种彻底的放下，一种对世间万事万物完全接纳的平和。那具体该怎么卧呢？一听这名字挺大，其实动作非常简单。今天晚上你洗漱完了，上了床，就可以亲自试一试。首先，把你的身体向右边侧躺，2条腿稍微弯曲一点，轻轻地合拢在一起，不要绷得紧紧的，要放松。接着，把你的左手自然地伸长，轻轻放在左边大腿的外侧，最后把你的右手微微弯曲起来，就像个小软枕头一样，轻轻地托着你的右脸颊和头部，就这么简单。你想想看，你现在摆出来的这个姿势，就像是一只正在安详休息的百兽之王，虽然在睡觉，但内心有一种不可撼动的从容和安定，平平静静的，一点都不慌乱。你要晓得，为什么老祖宗和佛陀都强调一定要向右边睡呢？这可不是随便定个规矩来折腾人，这里面藏着极大的生理和气机玄机啊！你知道，我们人的心脏偏在左胸，当你向右睡的时候，全身几十公斤的重量就不会压在心脏上，心没有负担，跳的就平稳，你这呼吸自然就绵长顺畅，再也不会觉得胸口像是压了块大石头。而且啊，我们肠胃的出口是朝右的，肝脏也在右边，你这么一右侧卧，胃里还没彻底消化的食物就能顺顺当当，毫不费力地流下去，一点都不会积在胃里发酵胀气，胃口通畅了，肝火降下去了，气机顺了，你这个人自然就安稳了。说到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段与我们频道极具渊源的真实故事，那就是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安眠底气。弘一法师出家后，过着极为清苦的修行生活。有一次，他的挚友夏坑尊先生去寺庙里探望他，夏信尊一走进疗房，看到法师睡的是一张破旧不堪的硬木板床，上面只铺了一张残破的草席，甚至草席里还有臭虫在爬。夏信尊一看，心疼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急着说：“法师，这床怎么能睡人啊？这太苦了，我马上叫人给你换张好床来。”可是弘一法师呢，他毫不在意，微微一笑，从容地在破木板上摆出了狮子吉祥卧的姿势，平和地对老朋友说：“几只小虫子罢了，不妨事的。”随即闭上眼睛，呼吸匀称，安然入睡。各位，这叫什么？这就叫境随心转的真功夫啊！外在的物质再匮乏，床板再硬，但只要我们学会了向内求，学会了这套顺应气机的睡法，把心底的患得患失给清空了，内心的平静、
是谁也夺不走的。现在很多人花了几十万买进口民床，却依然整夜失眠吃安眠药，不就是因为心里的那张床爬满了贪嗔痴的毒虫吗？佛法讲得很清楚，这狮子吉祥卧不仅是顺应肉身的经络，它还有不可思议的4大功德。这第一大功德叫做不堕恶趣。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总要面对生死的大关。人老了，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对不对？如果习惯了这种清静睡姿的人，因为长年累月的把心放平了，就算在睡梦中一口气没上来走了，他的心里也是毫无畏惧的。只要心里没有贪嗔痴的执念，就绝对不会堕入痛苦的轮回之中。第二大功德叫做降伏烦恼。你别看只是向右侧躺着，人体右侧有很多条极容易引发心神散乱的经脉。当你向右卧的时候，身体的重量刚好把右侧的脉络轻轻压住了。这么一压，那些蠢蠢欲动的杂念全被镇住了。你白天在外面受的委屈，自然就被这股安定的力量给降服了。第3和第4大功德就是顺应自然和获得最充分的休息，能量在你体内畅通无阻。隔天早上醒来，你会发现头脑特别清晰，精神非常旺盛，连看家里的另一半、看孙子的眼光都会变得特别慈悲，特别柔软。各位，前面我们讲了向内求，把这套向右侧卧的睡姿摆好，把心定住。可是我告诉你，光是这样还不够，我们还得守住外在的这一道物理防线。你的肉身姿势就算摆得再标准，可是你外在睡觉的那个环境，也就是你卧室里的气场，如果是四处漏风的，那你还是把这天下第一大补的精气神给白白放跑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你用了一个极好的砂锅去熬一锅顶级的人参汤，结果呢，锅底是漏的，风一吹，火也灭了，汤也洒了，这就叫做白做工啊。我们老祖宗在养生保命上有3条极其深刻的铁律，只要你守住了，你的卧室就是你养命的聚宝盆。这第1条铁律叫做避风如避箭。很多人一到了夏天嫌天气热，睡觉的时候不仅窗户大敞着，还要把那个电风扇、冷气开到最大，对着自己的脑袋和身体整夜的吹。你觉得这样贪凉很痛快，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拿自己的老本开玩笑。道理很简单，人醒着的时候，白天在活动，阳气是在体表卫护着你的，就像穿了一层无形的铠甲。可是等你一旦闭上眼睛睡着了，气血的流动变慢，体温跟着降下来。这个时候，你身体表面的毛孔是完全打开的，毫无防备。如果你让那个风邪与寒气呼呼地吹进来，情况就全变了。风这个东西，在老祖宗的医理中叫做百病之长，它是带着寒气和邪气，顺着你张开的毛孔，直接往你骨头缝里钻的。你开着冷气，吹着风扇睡觉，看似凉快，实际上是风寒入骨。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脸色发黄发暗，后脖颈那一根大筋僵硬得像铁丝一样扭不过来，浑身上下的骨节都在隐隐作痛。这就是因为你的元气被风吹散了，外来的邪气伤了根本。那有人就要问了，老师，夏天像个大蒸笼一样，关着门窗不透风，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啊？我教你一个绝招，夏天再热，睡觉之前，你可以先把房间的门窗关好，开着冷气，把屋子吹得凉凉快快的。等到这屋子里充满凉气了，连床单被窝都觉得凉爽了，你赶紧躺下。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冷气关掉，或者设定一个定时关机。
那股保留在房间里的冷空气足够维持1-2个小时。这期间你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身体就安全了。记住，无论春夏秋冬，睡觉一定要关紧门窗，连房门最好也关上，这叫做聚阳气。你在这个密闭的、安稳的小气场里睡觉，你的卧室就是你养命的道场。第2条铁律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晚上睡觉前有一件极其伤元气的事，你打死也不能做，那就是吃得太饱。晚上本来是天地闭藏、五脏六腑都该歇息的时候，可是有些老人家习惯节俭，舍不得倒掉中午的剩菜剩饭，怕浪费，一股脑全塞进肚子里，撑得肚子圆鼓鼓的。结果怎么样？你躺在床上就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脑子里胡思乱想，怎么也睡不踏实。为什么？因为你的肠胃在被迫加班啊！你强迫全身的气血都跑到胃里去消化这一肚子油水，阳气根本沉不下来，心神全被这股浑浊的饱胀之气给顶在了上头。你省下了一口剩饭钱，却搭进去了千金难买的睡眠和气血，这绝对是得不偿失的糊涂账。所以晚上的这一顿吃个7分饱就足够了，一定要清淡，把肚子里的浊气空一空，气血自然就归位了，心神也就安宁了。最后一条铁律就是守住命门的温度。我发现很多老人家晚上脱了鞋袜上了床，摸摸手脚，冰凉冰凉的，哪怕是在大夏天，四肢也像冰块一样捂不热，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足。四肢是我们阳气的根本，如果你四肢不暖和，这一晚上哪怕盖着再厚的被子，你也绝对睡不踏实，总是会在半梦半醒之间发冷。怎么办呢？佛法讲凡事都要从因上解决，既然手脚冷，那睡觉之前别管多大年纪了，自己用脸盆装一盆热水，安安静静地泡个脚，把脚底心的气血给烫活了。如果你上了床，半夜还是容易发冷，千万别嫌麻烦，睡觉的时候穿上一双宽松柔软的厚棉袜子。另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部位，绝对不能受凉，那就是你的肚脐眼。肚子前面叫神阙，正对着背后叫命门，前后这么一通，这是我们人体精气神的总大门啊！不管夏天盖多薄的毯子，这个大门必须死死守住，穿个保暖的腹卷或是肚兜，或者把被角严严实实地塞在肚子两边。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哎呀，穿袜子睡觉多不习惯啊！但是你听我的，你坚持个10天半个月试试看，你会发现，只要这手脚的末端一暖和，肚脐的命门一守住，你整个人就像泡在温水里一样，那一觉睡得别提多沉多香了。这就是用最实在的土办法，把你身上那点宝贵的肾阳给牢牢护住了。你把外在的风挡住了，把肠胃排空了，把手脚的温度留住了，你卧室里的这个风水气场就成了一个绝佳的聚宝盆，你在里面卧成一尊安详的睡狮，这才是真正懂得了天地大补的奥秘，这才是拿大智慧在过日子啊！讲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这时候又要发愁了，皱着眉头问我，老师啊，你说的这些外在规矩，我是全守住了，身子也是在床上躺得好好的，可是我这个脑子它根本不听使唤啊，一闭上眼就像个跑马灯一样转个不停。今天白天去菜市场，因为几十块钱跟人家起口角的画面全出来了，明天大儿子要缴房贷的压力也跟着跑出来了，心里乱如麻，全搅和在一起，根本控不住，这该怎么办？我告诉你，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一句极其关键的保命心法，这叫做先睡心，后睡眼，讲的就是这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你这具肉身的眼皮合上了，那仅仅是个表象，根本没大用。你得把那个到处乱跑、四处攀援的心神给牢牢收回到肚子里的丹田，让心先彻底睡着，踏实下来。那究竟该怎么收心呢？佛法讲得很清楚，对治这散乱的心有一个特别实在，哪怕是小孩子都能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的睡前三念法。每天晚上你在床上躺好以后，闭上眼睛，不要嫌麻烦，只要花短短的3分钟，顺着这3个念头去观想，你的心自然而然就安稳地收回来了。这第一念叫做念佛，它的根本目的就是练习清空你白天的执念。你要晓得，佛代表就是一个彻底觉悟、清清净净的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白天在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为了生计应付那么多芝麻绿豆大的事，难免沾了一身的烦恼灰尘。可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的这一刻，你就要学会做个了断。今天不管在外面是谁惹你生了嫌气，还是晚辈跟你讲话急躁了点，让你受了委屈，通通都要在这一刻放下。老一辈常讲一句最高深的修行口诀，叫做饥来吃饭，困来眠。饿了你就一心一意好好吃饭，困了你就心无旁骛地专心睡觉。千万不要把白天的那些恩怨情绪一股脑全带到神圣的床铺上来。你在心里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一呼一吸上，吸气的时候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吸气，吐气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吐气。念头一旦变得单纯了，那满脑子的烦恼自然而然就烟消云散了。第二念叫做念法，这就是要端正我们看待人和事的心态。法讲的就是宇宙万物运作的真实规律，也就是无常。很多老人家半夜睡不着，生闷气，往往就是因为心里那个我字放得太大了，总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心血，别人怎么就是不领情？别人今天为什么非要用那种态度对我？其实道理很简单，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有聚就有散，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那个白天惹你生气的人，也许他今天刚好也碰到了过不去的坎。那个让你天天牵肠挂肚的孩子，他也有他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人生功课，有他自己的业力和因果，你根本代替不了他受苦，更不能强求别人事事都顺着你的心意。你就在睡前，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我绝不再拿白天那些陈年旧账的烦心事来惩罚自己晚上的睡眠了。你只要把这一层无常看透了，心里那块压得喘不过气的大石头，自然咚地一下就彻底放下了。这第三念叫做念僧，也就是牢牢守护住你内心的清净无染。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亲戚之间的八卦攀比，政论节目里那些名嘴大小声的喧闹，都像灰尘一样在污染我们。你在睡前要在心里轻声地告诉自己，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喧闹，我的心依然要保持干净。就像佛家讲的八风吹不动，不管是别人称赞我也好，批评我也罢，无论是环境顺遂还是逆境，这些外在的风绝对吹不进我这方神圣的床铺，绝对扰乱不了我内心的平静。我就是这张床上的主人，我今天就要慈悲一把。讲了这么多天地契机和修行改命的法门，我知道我们许多长辈老朋友年纪大了，看过去转个头可能就忘了一大半。今天老师就像个操碎了心的老朋友一样，最后再苦口婆心地为你啰嗦一遍。这几件事关系到你晚年的福报和健康，
你千万要记在心底。第一，晚上11点到1点的子时，千万别再抱着手机熬夜了，那是把你的家底漏光，把你肝胆之气抽干的死门。第二，早上3点到5点的寅时，最晚不过6、7点，绝对不能赖床，别把你体内的生机给憋成了酸毒和无名火。第三，睡觉千万别在4脚朝天仰着，别像左边死死压着心脏，更别像只青蛙一样趴在床上，换上佛陀传下来的狮子吉祥卧，向右侧躺，把心放平。第四，睡觉必须关紧门窗，避风如避箭。睡前用热水泡脚，穿上袜子，把肚脐命门盖得严严实实。晚饭吃7分饱，把肠胃排空。第五，也是最重要的，睡前一定要用我们刚才讲的3念法：念佛清空执念，念法明悟无常，念僧守住清净，把心神牢牢收回丹田。先睡心，后睡眼，这几步你只要老老实实照着做，我保证你一觉安安稳稳，睡到大天亮。第二天精神百倍，福气满满。你要晓得，在这个世上，很多人花大钱去算命，去买什么名贵的水晶，去求什么风水大师，但我告诉你，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外面，其实就是我们的人心。最大的改命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每天种下的因。今天老师给你掰碎了讲的这些，都是养命救人、积攒福报的大智慧。我希望你看完了，不要光顾着自己一个人受益。现在社会上大家都活得很疲惫，有很多老人家都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苦却说不出。请你动动手指，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老朋友，传到家里的通讯群组。你这一转发绝对不是在凑热闹，你想想看，你发出去的一句提醒，可能就让对方今天晚上恍然大悟。早睡了1个小时，可能就让他少生了1次气，少造了一场熬夜折寿的业，少败了1次家运。这就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这是在实打实地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这是在结极大的善缘，积无量的福报，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贴近生活的实在话，真真切切的对你有帮助，觉得句句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请你千万别吝啬，动动手指，给这部影片按个赞。同时，我在此诚心邀请大家，现在就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的一句祈福善言。你可以敲下放下万缘，夜得安眠，也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福慧增长。千万别小看你在荧幕上敲下的这1、2句话，文字是有灵性的，念头是有极大能量的。当千千万万善念和祝福汇聚在这个留言区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威力不可思议的强大正向磁场。这份无量的福报最终全都会像水波纹一样，一点不漏的圆圆满满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祝福大家今夜都能有一场清净无染的好眠。如果今天这些分享让你心里多了一份安定与收获，也诚挚地邀请你点击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未来我们会继续用最贴近生活的肺腑之言，陪着大家一起聊聊佛法，修修心，在琐碎的日常里共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福报。我们下期再见。